印度是一个十分神奇的国家，如今疫情肆虐，抗疫全面失败，他们本应该痛定思痛，积极抗疫。然而，印度不但对此视而不见，更可笑的是，他们竟然做出很多荒唐事儿。比如在人命旦夕不保的时候，竟然推出了对牛的保护法，收留那些因新冠病毒死亡后无人照顾的流浪牛。或许在别人看来，这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情，但其实结合印度的过往行为，其实也有据可依。印度是一个宗教信仰十分普及的国家，在印度有大大小小数千个神，每一个动物也都有他们的神，其中牛神的地位更是崇高，牛也成为印度地位最高的动物之一。即便是他们在繁华的首都新德里，也会在马路上看到很多流浪牛在随意游荡。如果这种事发生在中国，这些牛可能就成为牛肉了，但在印度，这些牛可以肆意享受微风和阳光，没有任何人敢打这些流浪牛的主意。新进来的观众朋友可以点击关注，方便随时收看最新精彩内容。作为牛数量最多的国家，他们从来不会把牛摆上饭桌，因为在印度人看来，牛就是他们的神，是养育他们的母亲。如果有人敢对牛动手，那就是对他们母亲不敬。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，印度的牛就成为了太上皇，成为马路上的一霸，连汽车都要绕着他们走。如果汽车敢鸣喇叭催促牛快走，就会遭到周围人的道德鄙视。当然，也没有人敢这么做。在印度，牛享受比女人更高的法律保护。如果有人杀死了牛，尤其是神圣的流牛，那这个人不但要支付高额罚款，甚至还要牢底坐穿。当然，印度人如此尊重牛，也有很大一部分现实原因，因为他们是世界上牛利用率最高的国家。在普通的国家，牛最多是利用它的劳动力，牛奶、牛肉，最多还有牛皮，但印度却多了牛粪和牛尿，而这也是印度人心中的宝物，具有净化灵魂、洗涤罪恶的作用。在印度，牛尿可以治疗上百种疾病，甚至连新冠疫情都能够治疗，其效果堪比恒河水。在印度的饮料市场上，牛尿是一种极为受欢迎的饮料，具有延年益寿、美容保健的功效。印度前总理德赛访美时，就在媒体前解释自己年逾80还精神矍铄，就是因为每日饮牛尿，并认定牛尿是世界一切饮料中最富营养的。在印度的阿育吠陀传统医学中，就明确宣称牛尿疗法对癌症、糖尿病、艾滋病、哮喘、牛皮癣、心脏病、肾脏问题等等近100种疾病都具有显著疗效。牛尿如此神奇，牛粪也不甘示弱。在印度，牛粪是一种有趣的物质，他们分析认为，牛粪中没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，尤其是经过阳光晒干后，会产生一种类似青草的令人愉快的气味。如果将其混合作为肥料，闻起来也像是绿色肥料。如果将干燥牛粪用作火炉中的燃料，或者用水混合作为土墙的涂料，也会产生同样的草香，给人一种清新奇妙的感觉。另外，印度广泛流传着一个故事，当年苏联切尔诺贝利事件后，一些受到辐射尘埃威胁的人用牛粪封闭了他们的小屋，从而免受辐射的威胁。而且 NASA 载人太空舱也总会在外面涂有一层薄薄的牛粪，以保护航天员免受宇宙辐射。在印度教文化中，牛粪就是防腐剂。尽管印度人也承认牛粪中有上百万种细菌，但是他们认为99%以上的细菌都是对身体有益或者无害的。那1%的有害细菌也会被99%的有益细菌干掉。当然，也并非所有的牛都如此神奇。在印度，牛是被分为369等的。最高贵的牛就是印度的流牛，最低等的就是做苦力的水牛。印度的土生土长的流牛，其尿液能够将人体免疫力提升90%至98%，而其他品种的牛只的效率则为40%。在印度，流牛是被禁止宰杀的，但在另一方面，印度还有十分出名的屠牛节。每当屠牛节这一天，成千上万的牛都会被宰杀。而这些牛都是印度人心中最低贱的水牛。印度虽然不吃牛肉，但却是世界上最大的牛肉出口国之一，其中大部分牛肉都是口感较差的水牛肉。而且在印度，由于不具备检疫和屠宰条件，很多牛肉都无法通过海关检疫，因此我国是禁止进口印度牛肉的。
然而这并不妨碍印度将他们的牛肉出口给我国，他们会先将牛肉出口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，通过这些国家出售到我国。不过由于有中间商赚差价，印度很难从中获利，因此印度方面希望我国降低对他们牛肉的限制，打开中国市场大门。但其实印度牛肉能不能进入中国市场，关键还在于他们自己牛肉的品质了。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下方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